家长教小孩子功课，小孩还没有教会，家长很着急，然后又打又骂，还要把自己气死的，或是逼着孩子跳楼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小孩不是不努力，是你忘了他的大脑还没有长好。小孩与小孩之间的大脑结构本来就不一样，有的小孩学数学快，有的有艺术细胞，有的2岁就能背唐诗了，还有的呢都1年级了，3乘4都搞不明白。比如我，你着急，你火大，你骂他不用心，没脑子，不上进，但是他可能就是真的看不懂，纯粹看不懂。你的小孩刚出生没有几年，他和1、2、3、4刚认识还不熟，你是不是要给他点时间，让他们混个脸熟呢？就像你不认识 ABCD 的时候，你能给我组成一个英文句子试试吗？你试试啊。小孩子调皮是正常的，学不会就不感兴趣了，去玩了，正常的，这是天性。你有本事让他学会啊，你没这个本事让他学会，你就有本事打嘛。你可能忘记了你自己的小时候也是有多菜多笨，就像我小时候吧，连那个酒的小尾巴往哪边拐，我都不记不住，是左还是右啊？我看不懂时钟，我还记不住路名，那影响我现在长大成人之后做视频教你做人吗？所以你只是忘了你自己当年有多蠢，因为你也30、40岁了，谁能记得20年前自己的窘迫？你现在能算账，能看表，能记时间，能记日子，能记路名，那是因为你天天都在用，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。而小孩呢，才刚刚降临这个世界没有几年，每个符号每个概念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东西。比如数学好了，在物理学家眼里，数学是宇宙的语言，能够用数学来描述出宇宙的本质、宇宙的过去和未来，还有宇宙中的万物。可对小孩子来说，数学就是奇奇怪怪的符号，我看不懂，我记不住，我不理解，所以才需要学习和巩固。他刚掌握了加减法，脑子还没热乎呢，就开始学乘除法。你问他3乘4等于多少，他不会3乘4。你说别人家小孩都会呀，为什么你就不会呢？别人家爸爸还是总裁呢，妈妈还是大长腿白富美呢，你说你就没有用心读书吗？老子在外面这么辛苦的赚钱，洗脚、打麻将、玩手机、吃麻辣烫，你一点都不懂事。你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再问一次，3乘4等于多少？他还是不知道呀。你啪一巴掌，你撕了他的作业，你让他去罚站，你让他今天晚上别吃饭了。你以为吼一吼，打一顿，用武力和恐惧威胁一下，他就能突然开窍了吗？你泡面都知道要等3分钟呢，当初你也就坚挺了3分钟才有的他呀，怎么到交功课的时候，他3分钟没学会，你就要暴走呢？你没有耐心，是你没有教好，是老师没有教好，是这个教育系统没有教好，是教学材料没有设计好。当你转头怪小孩不努力，怪游戏，怪早恋，怪动画，怪连续剧，除了甩锅，你啥都不是。你有没有试过快乐教育？奖励是引导。你有没有自己关掉你自己的手机，然后天天坐在一边陪着他一起解题？你都没有拼尽全力，你凭什么让他全力以赴？凭什么？说到这个引导的方式啊，我突然想到个问题，小孩不爱学习，罪魁祸首其实就是教材太枯燥了，真的没有一个不爱学习的小孩。我拼个题啊，只有学不进去的小孩。你看教育材料啊，授课方式你是改变不了的，这是大方向。那你可以用趣味性的方式来引导一下嘛，你可以让他玩游戏嘛，你可以陪他一起玩游戏嘛。先别急着反驳我，比如我没有学过机械啊、电子啊、化学啊，但是我玩了个游戏叫缺氧，这个游戏教会了无数大人和小孩关于机械工程、电子啊、自动化呀、空气循环系统、水循环系统、农业循环系统，直到造出来那个永动机。我记得我通宵去查什么热辐射，去查气体的重量啊，天然气是比氧气轻，所以它会飘上去。二氧化碳呢是比氧气重，所以它会沉到下面去。所以你千万别在地下室造宿舍，不然工人们晚上睡觉他们会缺氧，缺氧睡不好觉，那第二天他们干活就没精神。那你给他们造一个空气循环系统呀，实在不行就种个藻类，藻类嘛吃二氧化碳吐氧气。你看这些东西我本来什么都不知道，而我现在全会了。这些东西和概念都不需要你去强制灌输，不需要死记硬背，我自己动手去查的。为什么我会这么积极呢？因为太有趣了，游戏教育的方式太有趣了，所以你要尝试用趣味性的方式来引导。也许你不一定要用游戏，但你总有别的办法吧。有些东西不用死记硬背，我都能秒懂的，而且永远不会忘，而且还学得津津有味。我偏题了吧？没有吧？既然偏题了，那我再偏一点。所以小孩不爱学习是教材有问题，是教育有问题。你没这个胆量去指责教育部和人民出版社，你就会欺负你家小孩。他软
软柿子呗，容易拿捏了呗。我表弟小时候也常常被他爸打，因为学习问题。你看，等我表弟长大成人16岁，去学了自由搏击。为什么学自由搏击？就为了揍他爸。然后他爸有一天又声音大了一点，立马一个搏击战斗姿势站好了，然后他爸就懵逼了，把他爸给气死了。所以你现在把你家的小孩往死里揍，你往死里揍，我就看你弄不弄死他。反正不是我小孩，你要是没弄死他，他长大了就弄死你。哼，走着瞧。那有人说了，以前老一辈怎么就没学习的问题呢？因为老一辈除了读书，没有其他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做啊。我以前小时候念书，周末才能看电视，放暑假寒假才能打小霸王游戏机。周一到周五做完作业能干什么？我就自己翻字典看，翻药品的说明书看，看汽水瓶后面的配料表，这已经是我能找到最有意思的事情了。所以我的语文老好了，我认识的字总是比我同班同学多很多。那你说行啊，那把小孩手机、电脑全部没收了，让他们也没事干，给他们几本书，那他们就会爱上读书？屁！现在他已经见识过了这个世界，其他小孩可以玩手机打游戏，可以搞社交，可以谈 CP， 而就他不能，那他就会心里不平衡，然后他会恨死你，然后就摆烂，要不就跳楼死给你看。然后老一辈的人没有什么短视频可以刷呀，他们见识浅薄呀，老一辈的人没有见过世面，也没得选择，不能同日而语啊。就像非洲原始部落，他们没有吃过盐，本来没有试着，突然今天西班牙人跑过去，我拿我的盐和你们交换黄金，那非洲部落就完蛋了。你尝过盐的甜头、咸头，以后没盐了就老难受了。现在生活好了，时代不同了，就不能用过去的老方法去要求新生代由奢入俭难的道理，不懂吗？好，偏题了，我给骗回来。其实你就是懒得管，你觉得小孩就该自己像自动扫地机一样，你给了指令他照做，他扫地就完事了，去看书就完事了，就能考上清华北大了，就能考上剑桥哈佛了。而如果他没有照做，就不是你的问题了，你没责任了，肯定是小孩的问题啊。然后你就暴走了，因为他不听话呀。而且为什么你暴走呢？因为社会让你受了委屈，你就只能发泄在自己小孩身上。你除了鬼哭狼嚎一样吼骂摔东西，你还有别的招吗？小孩不是你发泄情绪的沙包，你骂一句他心里多一层恐惧，你吼一句他本来学习进度好好的，刚准备开窍，灵感就被你一下吼没了。不是他不想学，是他在恐惧中学不动，不是他没有天分。人脑需要不断的重复啊再重复做一件事情，才能把那个神经链连接给连接起来。那连接起来之后，就能掌握新的知识和记忆。人不是 AI 模型，喂一组数据就能立刻输出答案。特别是小孩子，小孩的大脑还在发育，他们的脑回路还没有搭好，你又打又骂，他脑子刚要接好的回路就被你吓回去了。恐惧是对学习最大的敌人，你知道吗？你给他一巴掌的理由是什么呢？是他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了吗？难道学习不就是试错吗？难道学习不好就完全是他的错吗？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如果他不爱学习，说明学习的教材有问题，你引导的方式有问题。他已经勉为其难的在学了，该加把劲的是你这个家长啊！你反正就是一巴掌甩过去，3乘4等于多少呀？他不知道，你啪再甩个耳光过去，他说7，啪再一个耳光甩过去，他说8，你啪啪啪3个耳光甩过去，你玩我呢？你这是在猜呢？那小孩子心里想，奶奶的，我脑子都被你打短路了，脑子一片空白，我不猜能怎么地？而且我就是不会呀，你拿暴力威胁我，我不猜我能干什么？你的大手举在半空中，小孩子都懂这个道理，我不猜的话就是死，我随便猜一个，万一蒙对了还有机会活命。你看这叫求学吗？你家孩子被你逼得求生了。最后吧，小孩在你的威压之下变得内向，不爱说话，不愿沟通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他是被你伤害的不敢表达自己的呢？真有意思了，就像我表弟一样，等他长大了，你突然就对他轻声细语了，客客气气的，生怕再过几年他就不管你了，把你氧气管了，不孝顺了。当他长大了之后，对你冷淡、厌烦、没耐心的时候，你可别装无辜，去找人哭诉我的孩子不孝顺。想想你小时候你是怎么对他的，你是孩子的爸妈，你是带他来看世界的人，请你做好这个本职工作。他没有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他没有自说自话去打开煤灶炉吧？他没有去划了别人家的宾利和劳斯莱斯吧？你没有任何理由需要去打骂和动手。只要你对孩子诉诸伤害，那就是你这个人有问题，你甚至就不是人。你教不会就怪孩子笨，他笨也是你的基因。回头好好想想，是不是你当时喝酒喝多了，科技狠活吃多了，你的 DNA 给变异了，造成你的小蝌蚪不聪明，然后你造的孽甩锅给了你小孩子，你情绪崩溃那是你的问题啊，甚至是社会的问题啊，但就不是你小孩的问题啊。凭什么他功课
问题，要承担你对生活的愤愤不平。你说你压力大，那凭什么要小孩来担当呢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？你能不能先把一天受完的气在外面发泄完了再回家？不然的话就学会一下控制你的情绪。你要求你的小孩生下来就会背99乘法表吗？那你怎么不要求你自己这个成年人掌控一下你自己的情绪问题呢？你说为他好，结果你拿拳头证明怎么为他好，把你的孩子打出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，你还觉得孩子是被你打得懂事了，结果长大后发现这个小孩子这么容易被 PUA 呢，这么没有主见呢，这么畏畏缩缩呢，这么没有担当呢，这么玻璃心呢，怎么就变成了个讨好型人格呢？还不是你揍出来的吗？有人说古人云棒下出孝子，怎么古人就是对的了？古人还流行吃人呢，商朝的时候天气不好，庄稼收成少了，逢年过节了就宰个奴隶庆祝庆祝。古人不懂道理，你还不懂道理吗？21世纪了，每个人都在刷短视频，懂得不比古人多得多吗？说到底，其实是你着急，你怕孩子落后，怕他考不好，没出息，跟你一样没出息。你嘴上说我都是为你好，但你心里其实是在替你自己焦虑。你怕啥？怕他以后跟你一样辛苦，怕他跟你一样赚不到钱，跟你一样没有人爱。你越怕就越控制不住，你控制不住你就想揍他。孩子学得慢不是错，错的是你一点耐心都没有，一着急就骂，一焦虑就爆炸，一看他不会就说他没有用。在孩子眼里，父母家长本应该是他的神，他的英雄，是榜样。你说什么他都信，他都觉得你对。你揍他，然后告诉他是为了他好，他脑子就反应不过来了，怎么伤害我还有正当的理由呢？瞧瞧你怎么去培养他的价值观呢？而你到底应该怎么做？你要做的是当陪练，陪他犯错，陪他慢慢来，陪到有一天他会突然明白，他开窍了，4乘3等于多少？等于12。然后你说我你终于学会了，好棒棒啊，不愧是我生的，你小小年纪天赋异禀，未来必成大器啊，爸爸爱你。今天你算出来4乘3等于12，明天你就是刘邦和项羽，爸爸今天要带你出去吃好吃的，去吃火锅，去吃麻辣烫，吃完回来再给你手机，让你打王者荣耀，让你打吃鸡。然后小孩就说了，哇，爸爸真好，我明天还要学会4乘4等于多少。从此小孩就爱上了学习啊。然后其实你是自己想去吃火锅，只是把他顺道带上。有些小孩差一点点就明白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时间，差你一点点耐心，差你一点点的鼓励。他本来是想问你一道数学题，但他看你的脸色不对，话就又咽回去了。小孩没有学会数学，却学会了看人脸色。唉，多说无益。好吧，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吧。我讲累了，我也把我从小到大的怨气一吐为快了。加油吧！ Nice.